土地公的由来及传说。土地公是掌管一方土地的神祇，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人们通常会在自宅附近、田头地尾、路口等处设立土地公庙，以供奉土地公。土地公的祭祀活动主要包括初二、16座牙、建教、日常祭拜等。关于土地公的由来，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，其中较为普遍的说法有以下几种。后土是中国神话中的大地之神，也是道教中的重要神祇。据说，后土在一次巡视人间时，发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，于是化身为一位老翁，教导人们耕种、灌溉等农耕技术。后土去世后，人们感念其恩德，便将其奉为土地公加以祭祀。另一种说法是，土地公是生前乐善好施的人死后所化。据说，在古代有一位名叫张福德的孝子，他生前侍奉父母孝顺，乐于助人。张福德去世后，人们为了感念其恩德，便将其奉为土地公加以祭祀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其他说法，例如土地公是炎帝11世孙巨龙，土地公是秦汉时期的方术家等。在台湾，有关土地公的传说不胜枚举，举几个较为知名的例子。土地公显灵助考。在清朝嘉庆年间，有一位名叫王文昌的书生，家境贫寒，但却勤奋好学。考试前夕，王文昌囊中羞涩，无法购买灯油，熬夜读书。就在他绝望之际，土地公显灵为他指路，带他到了一处隐蔽的油灯下读书。王文昌最终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，不忘向土地公答谢。陈明志是台湾知名的政治人物，曾担任高雄市长。在高中联考前夕，陈明志因故请假，错过了许多重要的课程。考试当天，陈明志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情上考场，结果陈明志竟然考出了满分，成为当年的榜首。陈明志事后表示，考试前他曾向土地公祈求保佑，或许是土地公显灵助他考出了好成绩。林佳颖是台湾的一位女艺人，曾就读于台湾大学医学院。在医学院的期末考中，林佳颖有一门课的成绩非常不理想，几乎到了不及格的边缘。考试前夕，林佳颖向土地公祈求保佑，希望能够顺利通过考试。结果，林佳颖在考试中超常发挥，竟然考出了满分。林佳颖事后表示，她相信是土地公显灵助她考出了好成绩。民间传说，在台湾早期，有一位名叫李小花的考生，家境贫寒，但却非常渴望读书。考试前夕，李小花因为没有钱买笔，而无法复习功课。就在她准备放弃时，土地公显灵送给她一支笔和一叠考卷。李小花非常惊讶，但还是接下了笔和考卷。第二天，李小花带着土地公送的笔和考卷上考场，结果李小花竟然考出了好成绩，顺利录取。在台湾，有一位名叫张阿明的考生，考试前一直非常紧张，担心自己无法考出好成绩。有一天晚上，张阿明梦见土地公来找他，告诉他考试的答案。第二天，张阿明带着梦中的答案上考场，结果张阿明竟然考出了好成绩，金榜题名。在台湾，有一位名叫王小美的考生，在考试途中遇到了一场车祸。车祸发生后，王小美昏迷不醒。就在医生准备放弃时，土地公显灵出现，
救了王小美一命。王小美醒来后，顺利完成了考试，并考出了好成绩。土地公显灵助考的故事在台湾民间流传已久，反映了考生对考试的重视和对神明的敬畏之情。虽然这些故事不一定都是真的，但却给了考生们一个美好的希望。希望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土地公保佑生意。在台湾早期，有一位名叫陈阿发的商人，在市场上摆摊卖菜。生意刚开始时，陈阿发的生意并不好，经常入不敷出。就在他准备放弃时，土地公显灵为他指点迷津，告诉他如何改善生意。陈阿发照住土地公的指示去做，生意果然蒸蒸日上。李老板是台湾一家餐厅的老板，在餐厅开业初期，生意一直很冷清。李老板试了很多方法，但都没有效果。就在他准备关店时，一位老先生来到了他的餐厅。老先生告诉李老板，他之所以生意不好，是因为没有拜土地公。李老板听了老先生的话，立刻去买了土地公神像回家供奉。从此以后，李老板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。王小姐是一家服饰店的店长，在一次台风来袭之前，王小姐的店面被淹了，所有的商品都受到了损坏，王小姐损失惨重。就在她准备放弃时，她梦见土地公来找她，告诉她不要放弃。王小姐醒来后，决定重新开店。在土地公的保佑下，王小姐的生意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民间传说，据说在台湾有一位名叫张三的商人，在某个城镇上开设了一家客栈。客栈开业初期，生意非常冷清。张三试了很多方法，但都没有效果。就在他准备放弃时，土地公显灵送了一位客人到他的客栈。这位客人是一位大富翁，他非常满意客栈的服务，于是经常来光顾。在这位大富翁的带动下，客栈的生意很快就好了起来。据说在台湾有一位名叫李四的商人，在某个城镇上开设了一家杂货店。杂货店的生意一直很平淡。有一天晚上，李四梦见土地公来找他，给了他一袋金子。李四醒来后，发现袋子里真的有一袋金子。李四用这笔金子扩大了经营规模，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。在台湾，有一位名叫王五的商人，在某个城镇上开设了一家工厂。工厂开业初期，经常发生事故。王五试了很多方法，但都没有效果。就在他准备放弃时，土地公显灵保护了工厂，避免了事故的发生。在土地公的保佑下，工厂的生产经营一切顺利。土地公保佑生意的故事在台湾民间流传已久，反映了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和对神明的敬畏之情。虽然这些故事不一定都是真的，但却给了商人们一个美好的希望。希望所有商人都能够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土地公护佑乡里。在台湾，有一次台风来袭，眼看就要袭击某个村庄。就在村民们惊慌失措之际，土地公显灵，挡住了台风的去路，保护了村庄免受灾难。在台湾，有一位名叫王老伯的村民，家中一直被邪祟困扰。王老伯试了很多方法，但都没有效果。就在他准备放弃时，土地公显灵驱走了邪祟，还了王老伯一家平安。在台湾，有一次地震来袭之前，土地公显灵向村民们示警，让他们提前做好防震准备。土地公的示警，村民们都躲过了地震的灾难。
民间传说，据说在台湾古代有一处村庄经常遭受水患，村民们苦不堪言，于是向土地公祈求帮助。土地公显灵，治住了洪水，保佑了村庄的平安。据说在台湾古代有一次外敌入侵，眼看就要攻陷某个城镇，城镇的守军寡不敌众，眼看就要城破人亡。就在这时，土地公显灵，帮助守军击退了敌军，保卫了城镇的安全。据说在台湾有一位名叫李财主的恶霸，经常欺负百姓，百姓们敢怒不敢言，只能默默忍受。有一天，土地公显灵，惩罚了李财主，为百姓们伸张了正义。土地公护佑乡里的故事在台湾民间流传已久，反映了乡里民众对土地公的敬畏之情和对平安生活的向往。虽然这些故事不一定都是真的，但却给了人们一个美好的希望，希望所有乡里都能够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土地公的职责，土地公是掌管一方土地的神祇，其职责包括保佑农作物丰收。土地公是农民的保护神，掌管一方土地的农作物收成。人们在播种、收割等农忙时，都会向土地公祈求保佑风调雨顺。土地公掌管一方土地的气候，可以祈求风调雨顺，避免天灾人祸。国泰民安，土地公是地方守护神，可以祈求国泰民安，百姓平安，保护百姓平安。土地公可以保佑百姓平安，免受灾难。掌管阴阳两界，土地公掌管一方土地的阴阳两界，可以祈求亡魂安息。监督城隍爷，土地公是城隍爷的下属，负责监督城隍爷的工作。在台湾，土地公被视为乡里守护神，受到民众的普遍尊崇。人们通常会在自宅附近、田头地尾、路口等处设立土地公庙，以供奉土地公。土地公的祭祀活动主要包括台湾民间习惯在农历初二、16日祭拜土地公，以祈求平安、财运。在遭遇天灾人祸或特殊节庆时，也会举办建教活动，以祈求土地公保佑。人们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向土地公祈求平安。土地公的形象通常是一位慈祥的老翁，手持拐杖，头戴斗笠，身着朴素的农家服装。在台湾的土地公庙中，常见的土地公神像有以下几种。福德正神，这是最常见的土地公神像，造型为一位慈祥的老翁，右手持拐杖，左手抚摸胡须，身着红色或黄色的长袍。五福财神，这尊土地公神像手持金银财宝，象征着招财进宝。文昌帝君，这尊土地公神像手持毛笔，象征着保佑学业进步。财神土地公，这尊土地公神像手持金元宝，象征着招财进宝。土地公伯，这尊土地公神像造型为一位慈祥的老翁，手持拐杖，身着朴素的农家服装。土地公信仰是台湾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台湾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中，随处可见土地公的身影。在乡村地区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供奉土地公。在城市中，也有许多土地公庙。土地公信仰也反映了台湾民众对土地和神灵的敬畏之情。人们相信，土地公可以保佑农作物丰收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因此对土地公充满敬畏之心。土地公是台湾民间信仰中重要的一位神祇，
深受民众的尊崇。土地公信仰不仅具有宗教意义，也具有文化意义。它反映了台湾民众对土地和神灵的敬畏之情，也是台湾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还有一些有关土地公的有趣小知识。在台湾，人们习惯称呼土地公为土地公伯、土地公公或土地公老爷。在台湾的土地公庙中，常见供奉有土地公的夫人土地婆。在台湾的民间信仰中，土地公与城隍爷、虎爷等神祇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台湾的许多地方，都有以土地公命名的街道或地名。